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因果的4个法则，也就是业力的4种定律。我们都知道，这个因果业力就如同是一个大自然的法则，不管你是信仰佛教也好，不相信因果的法则也好，它就是存在在这个宇宙大自然里面，无时无刻的影响着我们的幸福与痛苦，快乐与否。所以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因果业力的法则是无时无刻的影响着我们，了解因果是如何运作的，乃至于我们要如何去阻止这个不好的恶的因感恶的果，这个操作的机制我们就要去学习跟了解，这样我们就能够很明白清楚的去为这一生我们自己的修行去造下喜乐的因，那将来就会结喜乐的果。所以这个因果的4个法则是哪4个法则呢？因果的第一法则，业决定力。今天我们所造作的身语意的恶业，或者是善业，或者是不定业，它会延续到下一秒钟、下一分钟、明天、明年，持续到这一生的结束，来自于带到来生，直到业它感了果，有了结果，持续的一个业的等流，那这个就是一个定律。第2个因果的法则是业会无限增长广大，也就是说你所今天造作的一件好事，它这个好事不会因为明天你不做了，业力就结束了，不是的。它今天做的这件善事，明天即使我们没有做了，但是这个善的业力它是一直存在在那里的，不只是带到我们这一辈子生命的结束，还会带到我们来生。反之，如果今天我们所造作的是一个恶业，不好的因，也不代表明天我们不做了，今天所造作的恶业就消失不见了，不是的。业会无限增长广大，所以我刚才讲到的是业力的延续性，它会延续从今天到明天，到这一生到来生。不只是延续性，它还会有增长性。增长性的概念就是就像一棵树苗会发芽会长大的概念，它就是会不断的增长广大。善恶业都一样，它就会延续着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这是第2个因果的法则，也就是业会无限增长广大。第3个因果的法则是业未造不遇，也就是说不是我们造的因，绝对不会有这个结果到我们的身上，也就是不管是好的不好的，绝对都是因为我们所造的，所以我们会感得那个果报。好的，第3个法则叫业未造不遇，就是你没有造作的业，不会是别人害你的或者是别人送给你的，或是别人诬陷你的，不是，一定是自己造作了这个身语意的这个业力。第4个就是业所造不亡，我刚才已经有解释了业它的延续性，所以这个业呢就不会消失，它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是第4个因果的法则。所谓的因果定律，不是说定了不能改变，事实上因果分分秒秒的都在改变，可能这当中隐形的就是比如说一群朋友在吃饭的时候，那大家呢就会偷一点小便宜，那10个朋友里面加自己是第10个，9个朋友呢就想说这个老板呢算错钱了，应该是要
每个人都要收100块的，结果他少算了一个人头。那这9个朋友呢，就决定说了，那我们就不要跟老板讲，就算9个人头的钱，900块就给他了。你即使在那当下，你也觉得好像这样不太好吧，也许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但是你并没有阻止他们这样去做，所以呢，你也就跟着他们共同圆满了这个行为，就是给了900块的钱给老板，少了一个人头。所以这个业呢，看起来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只是随着大家参与其中罢了。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所造作的一个行为、思想跟行动呢？是不是就有它的力量，有它的果报呢？是的。如果你现在听我的视频，你也觉得哇，这个因果的法则太浩瀚了，太能够去帮助我们去创造自己幸福快乐的人生，你这当下已经在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因为你已经有了主导权，你已经从过去生是被动的接受所有的果报结果，不管是好的不好的，你现在已经变成主动了，你有发球权，你主动的去造作这个善业。这个善业，不管是你现在在听我讲述这个佛法，你的心在发好愿，然后告诉自己要去做，这当下你已经在造作善的业力了，而这善的业力将来一定会感果的。我们所造作的业，不管是恶业、善业，或者像刚才那种情况，是一个不是我们自发性的，我们只是被动的参与了这件行为，这个思想它也是有力量在里面的，这个力量就是业力。我今天就用这个短的时间跟大家做分享，那我在之后的因果的法则的第2集呢，我会继续跟大家做分享，我们要如何如理如法的去铲除我们过去所造作的恶业，同时我们要怎么去累积自己的善业，让我们能够喜乐平安那我想我就今天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注意，让大家更了解什么是因果的定律所以我也非常高兴各位跟我一起进入这个佛法的浩瀚的大海，学习什么是因果的法则。我也希望在这个视频里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下次见，阿弥陀佛。